Hello， 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那就是马来西亚竟然已经有了第一位华人首相。在马来西亚没有华人首相的这期节目中，我们以历史和时事的角度和大家分析了为何马来西亚这个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组成的多元民族国家，首相这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职位一直都只保留给马来人来担任。这期影片获得的关注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发现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在留言区中也有许多网友对这个话题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在这里要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平行空间这个频道的支持。说到这里，请容许我先打一个广告。平行空间是一个主打历史知识和影片的频道，如果想认识更多历史知识的话，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视频更新。再来，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影片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历史的魅力。话不多说，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个话题，我们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当我们在查询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到原来在马来西亚历史上真的出现过一名华人首相。这位马来西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的华人首相，就是马华工会前总会长林良时。林良时是当代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政治人物之一。他除了是马华工会的前总会长，也曾在内阁担任交通部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等要职。在林良时的任期内，马华工会也曾经攀上高峰，获得当时全马超过78%华人的支持。不过，如果要说林良时政治生涯最具争议性、最脍炙人口的话题，那肯定就是他曾经担任过马来西亚的代首相。究竟林良时是如何做得到？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件事对马来西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入时光隧道，一起来了解这位马来西亚第一位华人首相。事件的起因全因一场发生在1987年的乌统内部政治斗争。1987年，时任乌统最高领导人的是马哈迪。马哈迪从1981年成为首相之后，乌统主席这个职位就从来没有被挑战过。也就是说，在1987年之前，所有的乌统当选，马哈迪都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不战而胜。马哈迪当时在乌统可以说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但在1987年4月举行的这场党选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当届大选是乌统12年来首次出现了2位领袖竞争主席一职，分别就是马哈迪以及身兼华旺生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的乌统资深领袖东姑拉沙里。当时呢，媒体就把乌统的党选描述为2个派系，分别是支持马哈迪的 A 队以及支持东姑拉沙里的 B 队。A 队的成员包括时任教育部长安华和乌青团长纳吉，而 B 队呢，则有国父东姑阿杜拉曼、时任副首相穆沙希旦和国防部长阿杜拉。这场当选，马哈迪和东姑拉沙里都各自占据数量众多的支持者。东姑拉沙里批评了马哈迪的新经济政策无法让贫穷的马来人受益，并指责他在没有咨询国政和乌统领袖的情况下就擅自决策。马哈迪则表示，任何对他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并指责东姑拉沙里破坏了马来人的团结，为私欲而做出的行动也违反了伊斯兰教义。马哈迪和东姑拉沙里各持一词，引发了乌统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战。1987年4月16日，超过了1500名来自全马各地乌统党员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决定了乌统的未来。最终在1500多张的选票中，马哈迪获得了761票，而东姑拉沙里则获得了718票。马哈迪以43票的微小优势成功连任，守住了乌统主席的职位。随后，马哈迪为了稳固他在乌统无可撼动的地位，便使用了他的铁腕政治手段，开始了他的肃清行动。他在内阁中革除了所有支持东姑拉沙里的党员，同时也在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层次进行了职位大洗牌。心有不甘的 B 队支持者随后透过调查发现，很多支持马哈迪的投票代表都是来自没有合法注册的乌统支部党员。同时，他们也发现投票当天的计票流程并没有被公开，计票中心内的计票员都是支持马哈迪的党员，并没有东姑拉沙里的支持者。
1987年6月，经过了1个多月的证据收集后，B 队支持者在以东布拉沙里为首的12位巫统中央代表支持下，正式入禀法院起诉马哈迪在党选中违法操控选举。经过长达7个多月的一系列审讯及搜查资料后，马来西亚最高法院以一些未注册的支部代表参与了巫统党选，违反了1966年马来西亚社团法令为由，做出了一个震惊全马人民的判决，就是宣布巫统为非法政党，并吊销巫统的社团营运执照。就这样，掌握马来西亚大部分国会议席的全国最大政党巫统，在一系列的闹剧后，面临了被迫解散的危机。所有的巫统及国会议员即刻成为了无党籍议员。巫统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后，为了避免影响政治结构，全国最大政治联盟国阵也被迫把巫统开除出国阵。巫统被开除后，掌握了17个国会议席的马华工会顿时就成为了执政联盟国阵的最大政党。在这里，代表历史的一刻发生了。根据马来西亚国会不成文的规定，掌握最多国会议席的执政联盟主席将成为马来西亚首相。有鉴于此，当时的国阵代理主席，同时也是时任交通部长的林良时，就是在这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下，被宣布为马来西亚过渡首相。受委为国阵代主席和马来西亚过渡首相后，林良时即刻以首相的身份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稳住了国阵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地位。几天后，林良时又以国阵代理主席的身份召开国阵领袖会议。在会议上，林良时宣布马哈迪成立的新政党 UMNO Baru 加入国阵，并委任马哈迪为下一任的国阵主席。1988年2月16日，随着马哈迪的新政党 UMNO Baru 获得了社团注册局颁布营运执照，林良时宣布辞去国阵代理主席和马来西亚过渡首相的职位，并把所有的权力交回给马哈迪。就这样，马来西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的非马来人首相，以12天的简短时间结束了他的任期。而后的林良时继续获得马哈迪的信任，持续担任交通部长，直到2003年宣布退休为止。虽然林良时只获得12天的任期，担任过渡首相的这个记录也没有被马来西亚官方记录在案。马来西亚时任最高元首苏丹伊斯干达也没有正式委任林良时为首相。但纵观事件的发生过程，却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来西亚首相这个职位并没有种族之分。其实，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发生由非马来人担任代理首相的事件。1973年，时任国大党主席兼交通部长三巴丹就曾经因为时任首相和副首相出国公干，被授委为马来西亚代理首相。所以严格来说，三巴丹才是马来西亚第一位非马来人的马来西亚首相。事实上，马来西亚宪法明文规定，所有种族都能出任马来西亚首相，而宪法对首相人选唯一的规定，就是在国会中掌握半数国会议员的支持。历史上，马来西亚首相只由马来人来担任，纯粹是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在这场由巫统内斗引起的政治危机发生后，林良时其实是可以直接宣布自己为马来西亚新一任首相，因为他所领导的政治联盟国阵确实掌握了大部分的国会议席。身为国阵代理主席的他，绝对可以运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做出这个宣布。但就是因为出于政治现实的考量，林良时必须考虑全国最大民族马来人的感受，所以不得不在政治危机结束后，把首相一职交回给马哈迪。希望在日后的日子，马来西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以选贤与能为原则的国家，不再以种族之分委任首相。华人、印度人和其他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同样在这片土地生长，同样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同样也有资格成为马来西亚首相。就连被誉为马来西亚种族主义者的前首相马哈迪也曾经说过，在不远的将来，种族和血统的问题将不再妨碍任何一位马来西亚公民担任官职。我们必须努力铲除种族主义，并接受任何马来西亚公民都能担任马来西亚首相的事实。
好的，本期节目就告一段落，不知道大家对本期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意见，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与我们一起讨论。我是小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